石先生，您误会了，我只是想守住长沙而已。守住长沙，委座曾有明令，弃守长沙，退守衡阳，保存实力，以图再战。可是就有些人偏偏不听。你要知道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姓薛的敢公然抗命，那就是对纪律的不忠，对党国的不忠，对委座的不忠。你好好想一想。行了，不说这些了。那个八哥的事情搞得怎么样了？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。那就是毫无进展，是不是？何站长，我明确的告诉你，局座对你近期的表现那是很不满意啊！殷洪深攥着这个密码本不放，你就由着他。身为长官，一个文业明，现在又出了一个殷洪深，你看看你把他们骄纵的无法无天。我这也是为了党国的利益，这一点我毫无质疑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党国最大的敌人除了日本人以外还有谁？共产党。打电话给报社的人是米兰，这个结果文业明并不算意外。如果米兰也参与了今天的行动，甚至扮演了一个指挥者的角色，这至少说明了一点，他在长沙日谍网中的地位不低，很可能和宗方不相上下。更可怕的是，他全程参与了整个行动，却没有暴露行迹，最后还成功的逃脱了。这个女人比他想象中要更难对付，他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云洪深。听我的，快点啊！会打呀！哎，对，哎，就这，玩的什么呀？不行，换我来。我跟你讲，这肯定赢！我都跟你说了，听我的。就说这句出吧。行，就这还要我写啊？哎，除了手机本还有什么呀？就是呀。文组长，云洪深呢？不知道，出去了。你们没事干是吧？只会在这儿打牌是吧？实在闲得难受，就去靶场打打靶，再不然就去做训室练上2个小时。是。哎，他怎么管起咱们组闲事来了？走，继续。柯站长，这关系到局座的整盘计划，无论是防止共产党做大，贯彻校长的清党方针，还是姓薛的抗命校长，还有总统的陈立夫与我们的高下之争，这都需要将云洪深押解回重庆，坐实他共产党的嫌疑。我服从命令。那杨子明呢？这就是局座要交派给你的第2个任务，秘密调查杨子明。2个原则：一，不能惊动他；二，一定要有实证。杨子明这个人，上层的根基很深，如果没有实证，我们是动不了他的。明白。走，快来，进去。喂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喂，放我出去！我不光是名记者，我还是个自由人，我有言论自由，我有如实报道的权利。等我出去了，我一定会把在军统的遭遇一五一十的全都写出来，我是不会妥协的。站长，您可是回来了。怎么了？魏小军在他女朋友家设了一个暗室，我手下的一个兄弟去搜查，在里面发现2张可疑的照片。进去说。你的这些小把戏我都清楚。你今天早上去警察局干什么了？敲山震虎。给凌寒打电话的人呢？是米兰。昨天上午打到凌寒办公室的电话，就是从这个电话亭里打出来的。而且照片上云洪深穿的衣服，的确是他昨天穿的那套。你想表达什么？
我觉得云鸿生冒充米兰打的这个电话，他的目的就是想让我们相信林寒就是内鬼。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喂，来趟我的办公室。是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？举报人是谁？是林寒吧？一定是他。云鸿生在查他，所以他就反咬一口。你确定他没有问题吗？打给林寒办公室的人就是他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局座认定他是共产党，那他就必须要是。只有把他的罪名坐实了，才可以牵出杨子明，而进一步的打压中统。这简直就是强盗逻辑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搞内斗？就为了迎合领袖的思想，连证据都没有就直接给人定罪。老师，我们每天都活在敌人的枪口下，最后却连为自己申辩的权利都没有。这样的领袖，还有忠诚的必要吗？你闭嘴！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你入行的时候我教过你，什么都忘了吗？回答我！身为党国的军人，我们无权质疑领袖的决定。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服从，还有绝对的忠诚。好，我现在要的就是你绝对的服从和忠诚。老师，命令你，马上给我找到云鸿生手上的密码本。还有，不要给他通风报信，如果见到了他，也不许手下留情。从现在开始，他就是我们党国的敌人。面对敌人该做什么，不用我教你了吧？你现在对他的感情已经这么深了吗？回答我。您放心，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文组长，你要的东西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要想解开云鸿生眼前的困局，只有一条路可走，那就是证实林寒才是真正的内鬼。因为一个日本间谍说的话，显然是不能取信的。文业明没有把握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林寒的破绽，可他已别无选择，留给他和云鸿生的时间不多了。照片确实是魏小军拍的，我早就觉得云鸿生有问题，就让魏小军暗中盯着他。站长，这2张照片，加上先生手中的派遣名单，可以洗清我的嫌疑了吧？举报云鸿生的电话是你打的吧？是，我有直接向局座谏言的权利。想要坐实他的共党嫌疑，你得有证据。站长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云鸿生现在应该已经潜逃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喂，二少爷，我是金宇。怎么了？家里出什么事了吗？没有。您在上海的时候是不是订了一对袖扣啊？是啊，送过来了吗？对，刚送过来，我给您收到您房间书桌左边的抽屉里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个电话是云家那个叫鲸宇的女佣打过来的，即使是云鸿生真的订了一对袖扣，也没有必要特意打电话通知他，除非这对袖扣很重要，或者这个电话非打不可。总之，这2者必居其一。相信您也听出来了，鲸宇打电话的时候语速、状态都很从容。有2个可能：一，这个电话是他自己要打的；二，是一个他很信任的人让他打的。我相信是第2种可能。他通过一个可靠的渠道得知了施先生来长沙的目的，所以打了这个电话。
而且云鸿生接完这个电话以后，马上离开了这里，这也能够变相的证明我刚刚所有的推测。这又能说明什么呢？做我们这行的，哪一个和家里头没有一些特殊的联络方式？是，这种特殊联络方式如果发生在平时，您有时间去犹豫，可眼下，您必须马上做出决定，因为您每犹豫1分钟，云鸿生逃跑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很多。你等等，你刚才用了一个马上。我做什么不该做什么，不用你来教我吧？我想施先生也是这么想的。老朱，马上拘捕云鸿生，但是动作不要太大，他有共党嫌疑。啊，是。年轻人，我给你提个醒，有的时候做事情要为自己留条后路，免得结果太难看。谢谢站长提醒，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出去。下午我一直在这儿啊，没人来找我呀。哎，大少爷，你怎么出来了？那是杨叔叔吗？哦，不是，是我的一个老主顾过来结账的。老黑，你要清楚，我是杨叔叔看着长大的，他就算是乔了装易了容，我也能认得出来，是不是家里出事了？不是，他就是过来看看。杨叔叔他来了不见我就走了，家里一定是出事了。老黑，你可不能瞒我。小德，小德，少爷，回家。哎，住得好好的，怎么了？小山可能出事了。啊！洪深没有走，他一定是去抓凌寒了。那我现在就去找他。来不及了，你也找不到他，而且军统肯定也采取行动了。我们不能跟他们对着干。杨同志，请您指示。我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把水搅浑，只有这样，洪深才有可能全身而退。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出手的话，您一定会暴露的。我来。如果一定需要牺牲一个人才能够保全大家的话，那这个人必须是我。不，您和云鸿生活着的价值比我大。你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。戴笠秘密派了特使前来，就是想把事情搞大。如果不把我交出去的话，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况且，由我来吸引火力，转移他们的视线，我们做起事情来就会容易一些。小吴同志，从今天起，就由你来接替我，担负起领导和协助洪深工作的使命，挖出昆吾，搞到情报。可是没有时间可是了，你要坚信一点，为了我们最终的胜利，我们现在所流的每一滴血都绝不会白流。我们现在去制雅居，把后面的工作安排一下。是。叛变的应该是张显成派去接苏北那位同志的交通员，不过他知道的不多，日本人就算把控了他，也找不到那批黄金。
但是这件事情一出，上海那边一定是风声鹤唳，我们要想再派人过去，可就难了。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。目前国民党基本上对我们进行了全面封锁，八路军、新四军还在敌后坚持抗战，有很多受伤的战士就是因为缺医少药而牺牲的。我听说做手术的时候都没有麻醉药，很多战士是活活疼死的。所以我敢募资魏晋新机转移那批储备金，就是想用它来购买西药和医疗器械。有了它，能够救回我们多少同志啊！所以老杜，我们一定要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之前，把这批黄金转移走。我们？对，你立刻撤离，去上海，完成张显成同志魏晋的使命。是。有具体的行动方案吗？你到上海以后，先找一个人接头，这个人叫刘茂华，他的公开身份是英国汇丰商贸行的副总经理，他会帮你在上海安顿下来。你们的接头暗号是？我记住了。你安顿好以后，马上去法租界，在国泰电影院的对面有一家红龙汽车行，你先找到红龙汽车行的老板娘李慧芬。这位李慧芬女士是我党忠实的朋友，她曾经帮助过转移5号同志。你找到她之后，你就对她说：大弟弟的病好些了吗？家里的五叔让我来看看他。她就明白了。这个暗号在党内没有几个人知道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我们是不会动用这层关系。可是现在上海的风声那么紧，这位李女士真的有能力帮我们把黄金运出去吗？上海沦陷以后，很多达官贵人都去了香港，他们在香港买的车就是通过红龙汽车行从欧美进口到上海，再由英国货船运到红龙在香港的分行。这条运输线已经不再是秘密了，日本人、各个大使馆，包括国民政府在内，他们相互都有默契，不会查，所以非常安全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想把黄金藏在汽车里，借由那条运输线运到香港去？对，敌人现在已经严密封锁了通往苏北的交通线，所以我们索性把黄金运到香港，交由那里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。这个办法好，我收拾一下，扫个尾。不用了，后续的工作由我来完成。我已经给你买好了火车票，由小吴送你去火车站。你呢？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你放心吧，我会安全撤离的。时间不早了，现在就动身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多保重，上车吧。老窦刚才跟我说，我们来之前，老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，说云鸿基回来。你把老窦安全送上火车之后，去找下云鸿基。好。我们的人只找到了袁洪深的车，没找到他人。站长，他是不是已经不在长沙了？不会的，他一心想要凌寒死，他不会离开长沙的。局座认定他是共产党，那他就必须要是。从现在开始，他就是我们党国的敌人。
事吧？有没有牵连到你？我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你呢？你有什么打算？我可以帮你。我已经在查林寒了，只要证明他有问题，那他对你的指控自然就不可信了。不过你也太心急了，就算你想逼林寒露出马脚，那也不能做得这么拙劣呀，太容易反过来被人利用了。等等，拙劣，反过来利用是什么意思？是你往林寒办公室打的电话吧？要不是基于对你判断力的信任，连我都要怀疑你是故意陷害的林寒。电话不是我打的，谁告诉你电话是我打的？他们拍下了你在桐花路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的全过程，时间、地点还有其他细节全对得上。那照片是谁拍的？魏小军，咱们站的清洁工，也是林寒的暗线。他奉林寒的命令一直在暗中跟踪你。胶卷是在魏小军女朋友家的暗房中找到的。魏小军跟踪我，还拍下了我打电话的过程。他在干嘛？看来米兰做那个迷惑性动作，就是为了引起我的疑心，诱使我进入那个公用电话亭，这样我才会被拍下来。米兰知道我想干什么，在曹原打出示警电话以后，他们所有的反应都是为了最终坐实我陷害林寒的罪名。我原以为我是在布局，其实早就掉进了别人的圈套。到底还是林寒技高一筹。所以林寒暴露，压根儿就是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大戏。他拿自己做饵拉你下水，等你底牌出尽陷入僵局，他再用偷拍的2张照片翻身，一环扣一环，还真是高明。叶明，你把那2张照片的构图再给我画一下，尤其是位置关系，越准确越好。这2张照片很关键，你这次可真是帮了我大忙了。剩下的事情我自有办法，你不要再管了。我真的要走了，你要保护好自己。小心一点，你给我活着回来，听见没？我不想再被人丢下。你放心，我保证。
还有就是，云鸿深下午去物证室拿走了张显成的行李箱。他拿走张显成的东西干什么？这个张显成到底是什么人？您觉得他的身份有问题啊？难道他也是共产党？这个可能性很大。他拿命去给云鸿深挡子弹，这就很说明问题。但是站长，如果要真是的话，那咱们站真成笑话了。督察处的处长有日谍的嫌疑，前程无量的行动组组长又是共党的嫌疑，谁靠得住谁靠不住，只有鬼才知道。我同意副站长的说法，有一个细节可以证明他的推断是正确的，就是云鸿深今天离开站里之前，接到他们家里小佣人金宇给他打的电话。我想凌寒今天走之前应该也向站长汇报了吧？这是通话记录，您看一下。您看，像收到袖扣这样的琐碎小事，没必要给云鸿深打电话，一定是金宇这小丫头知道云鸿深是共党的身份已经暴露，所以给他打电话示警。云鸿深，站长，他是怎么知道云鸿深暴露的？把这个金宇还有袖扣全都给我带回来，记住人我要活的。是。云家要不要顺便搜一下？你是猪脑子吗？你非要把动静搞得这么大，你生怕别人不知道是不是？啊？明白。你们先下去，我去下厕所。那你快点。组长，是我。出什么事了？云组长家的小女佣好像有点问题。站长让我们现在去把她抓回来。她要是活着被我们抓到，那云组长……你不要多管闲事，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，别给自己惹麻烦。云鸿深不相信拍照的人是魏小军，鉴于米兰的上线是昆吾，所以关于他的真实身份的保密级别应该很高。凌寒和米兰不可能让魏小军这样的边缘人物介入到那天的行动当中，拍照的人很有可能就是米兰本人。原来你藏在这里。米兰是云鸿深接下来的计划当中最重要的一环，可他打完那个电话之后就消失了。很显然，米兰有一个隐秘的安全屋，这个安全屋在哪儿，一度是云鸿深的难题。虽然他早就确定米兰和昆吾一直是通过这个公用电话联系，可他当时并没有想到米兰的安全屋就在这个公用电话亭附近。这一带居民成分复杂，人员流动性大，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藏匿地点。而且他就在那个公用电话亭的对面，能够随时监控到公用电话亭那边的情况。凌寒提供的那2张照片，固然给云鸿深扣上了诬陷的帽子，可同时，他也帮助云鸿深确定了米兰安全屋的位置。
云鸿深非常确定一点，米兰这时候打电话是找不到林寒的，因为他一定在忙着坐实自己共产党的罪名。米兰看到那幅画之后，一定会猜测云鸿深掌握了更确凿的证据，那么他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的联络到林寒。出事了，所有人 A 点集合，马上。这就是云鸿深的目的，他要把昆吾和鬼车凑到一起，一网打尽。不对呀，门怎么开了？大少爷和二少爷不在家的时候，书房的门一直都是关着的呀。开始。报告处长，人已经死了。这小姑娘死得不简单呢，我要马上向站长报告。你们在这儿守护现场，如果有任何可疑人士，直接抓。是。你们把她抬走。是。怎么又是你们两个啊？你们来干什么？谁让你们进来的啊？不好意思，云大少，我们不请自来打扰了。府上出了点事，我们正在执行公务，请您见谅。都不请自来了，看来这事儿不小啊。我家出什么事儿了？金宇被人杀了。你说什么？金宇被人杀了。你放屁！鲸宇，鲸宇，鲸宇，鲸宇！你胡说八道！你说他被杀了，那他尸体呢？那他尸体呢？已经被我们的人抬走了。谁干的？我们正在调查。云大少，请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尽快找到凶手，还逝者一个公道。你们怎么找？怎么找？留在我家，
等着那个凶手自投罗网吗？你们以为那个凶手会和你们一样愚蠢吗？你说话注意点，都这时候了，还摆什么云大少爷的臭架子？我打你打轻了是不是？啊，少说两句吧。去你的！说。不用。告诉我，是什么时候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我在自己的家还要看别人的脸色？我们云家没有这样的规矩。我们也是奉命在这里保护现场，职责所在。我不管你们想干什么，现在军统在我们云家就不能指手画脚。出去！我们在执行公务。出去！你是不是还想让我收拾你啊？想掏枪是吗？掏啊！我们可以到外面去守着，但是云大少，我必须要提醒你一句：一个完整的、没有被破坏的现场，对我们将来查清楚事情的真相至关重要。如果你也想早点找到杀害金宇的凶手，请你最好不要乱动你家里的东西，尤其是书房。走吧。走！我看你们谁还敢进来啊！我们到的时候，景宇那小丫头刚咽气，我猜应该是我们的到来把凶手给惊走了。会不会是让景宇给云鸿生打电话的人干的？他怕我们查到他就杀人灭口，这种可能性很大。是。喂，我是云红旗，我要找你们柯站长。云红旗呀，找站长。啊，站长在开会呢，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。那就麻烦你站在你们柯站长旁边，免得一会儿还要复述我们说的话。你有什么事啊？云鸿生到底犯了什么事儿？这事关机密，不便相告。但是你放心，站长不会冤枉云鸿生的。他是不会冤枉，那就是别人冤枉的了。是凌寒吗？这不是你能过问的。他到底给鸿生捏造了什么罪名？云鸿旗，我之所以现在听你这儿废话，完全是因为看在云老和你父亲的面子上，你别得寸进尺啊。我父亲是被日本人害死的。我们和日本人有仇。凌寒不会蠢到把汉奸的帽子扣在鸿生的头上。那会是什么呢？是共产党吗？我言已至此，你好自为之。小邓，少爷，大少爷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现在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多，军统的压力就越大，而我们就争取到反败为胜的余地。我明白了，我这就去安排。
兰下定了决心，无论如何都要保全昆吾。这是他来长沙唯一的使命，也是他活着的最大价值。他看到信号会立刻和我们集合的，我们先去 B 点，在那等他。凌寒几乎可以确定，向他发起召唤的不是别人，而是云鸿深。他有点兴奋，因为他期待这个结局很久了。他相信自己才是那个笑到最后的人。真是奇了怪了，云家人吃什么长大的？个顶个的聪明，一下就猜出来了。云家这100年名头可不是白给的，像这种家庭教出来的孩子，肯定比普通家庭的要灵光。而且云鸿深就是干这个的，他哥哥耳濡目染，肯定会学到一些。哎，站长，您要不要休息一下？这晚上可有的折腾呢。算了吧，不休息了，再坚持一会儿。站长啊，副站长，文彦明打电话来说找到了米兰的安全屋。他没提到云鸿深吗？这个他没说。这样吧，你去派人去搜查这个安全屋，然后让文彦明给我滚回来。是。我让他去找密码本，他给我找回来一个安全屋。你说现在是不是反了他了？喂，石先生。站长，站长，石先生。柯站长，我是怎么交代你的啊？秘密抓捕，秘密抓捕，知道什么叫秘密抓捕吗？现在可倒好，搞得长沙城里人尽皆知，不要解释。出什么事了？外面乱套了。没天理了！大伙评评理！警察没天理了！你们想干什么？看一看警察没天理啊！这个案子本来就不是我们这儿负责的，胡说八道！你们简直跟军统在踢皮球！大家跟我评评理啊！我今天白天去军统，人家说出命案杀人的事不归他们管，让我来找警察局，好吗？我现在来了，你们警察局告诉我让我去找军统，我今儿就不走了，我就留在这儿看一看这事儿到底有没有人管。师母尸骨未寒，军统就这么欺负人，太无耻了！还说云鸿深是共产党，我看这分明就是莫须有。师姐，你和蒋夫人说得上话，这事儿你一定要和她说道说道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喂，好，你在那儿等我，我马上过来。云大少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想知道就跟上来。刚到，上。
鸿深并没有听从杨子明的建议离开长沙，他决定要留下来。杨子明心里非常清楚，云鸿深肯定不会随身带着密码本，那样实在是太危险。那么云鸿深会把密码本放在什么地方呢？此时的杨子明突然注意到墙上的挂钟，时间明显不对，他顿时回忆起来。这个时间正是他和云鸿深见面的时间点。难道云鸿深在提醒他，密码本就在这挂钟里？石先生不是说把云鸿深交给他就行了吗？怎么对这些小插曲那么在意？这可不是什么小插曲，事情闹大的话，关注的人会越来越多。云鸿深如果带不走，石先生怕会坏了局座的计划。这个云鸿奇真能够折腾的。他们云家的人啊，没有一个让人省心的。喂，站长，我是凌寒。你不要轻举妄动，我现在马上派人过去。龚处长，四平路和兴化街交叉路口向北200米有一个废弃的工厂，凌寒会把云鸿深引到那里。你这次的行动，要把云鸿深毫发无伤的给我带回来。记住我说的话，我要的是毫发无伤。有云鸿深的消息了。凌寒说云鸿深一直跟着他，2个人纠缠到现在，他才有机会向我汇报。看来这2个人非得斗个你死我活了。这2个人啊，也算是棋逢对手，就看谁的运气更好一些了。文正官，文小姐，你都知道了。我想请教个问题啊，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，当初是你们逼着小神加入军统，帮你们找密钥的吧？啊，才过去多久，你们就翻脸不认人，过河拆桥，这就是你们军统办事的规矩吗？是吗？我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。想什么办法？继续听你那位老师的话，继续去找小神的罪证是吗？你说话呀！
文一鸣，你不是不知道小申有多么欣赏你，他在军统唯一信任的就是你。我不求你把他当成知己，我只希望你不要助纣为虐的害他。我怎么可能害他？你能为他做多少，我就同样能够为他做多少，甚至更多。回过头去，你没有资格说这话。你们两个不会？你和云鸿深有一个秘密基地，是一个前清道台建的园子。前清垮台以后，那个园子就荒废掉了，一直扔着没人管。你们小的时候经常去那玩，你会带着他捉蛐蛐、钻狗洞、爬树，还在戏台上唱戏。行了，行了，我信了，我相信你。好了，你快回去吧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会尽我的全力去救他。那你有办法吗？我还不能说太多。总之，我已经有点进展了。不过我担心抓到他以后，施先生会立刻把他带走，那云鸿深就完了。绝对不能让施先生把他带到重庆去。你不用担心，我有办法，通过高层施压，把小申留在长沙。好，我立刻就去找站长，你等我消息。站长，副站长，我交给你的任务是什么？我有充足的理由怀疑，林寒才是真正的内鬼。林寒自称让魏小军跟踪云鸿深，这才拍下了云鸿深打电话的照片。我根据这2张照片画出了拍照者的位置，拍照的人应该是在电话亭的对面，与云鸿深成平行关系的一个固定位置。以魏小军的技术，不可能跟云鸿深跟得那么近都不被察觉，所以我怀疑拍照的人根本不是魏小军，而是米兰在他安全屋的窗前拍的。你跟我说了这么多，不就是想说明这个照片不是魏小军拍的，是米兰拍的？好，那我现在问问你，他这个电话到底是不是云鸿深打的？还有另外一个可能，米兰只是拍下了云鸿深打电话而已，但是这个电话未必是打到林寒办公室的。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如果林寒是这个内鬼的话，那么他打给局座长官这个电话就不成立，那么到头来就可以洗清云鸿深共党嫌疑了，是不是？云鸿深不可能打那个电话，他只是想证明林寒有问题，并没有想引火烧身。证据呢？你有证据给我吗？我们应该把这些情况汇总一下，汇报给局座，让他重新评估一下林寒的举报电话。如果您不方便，我可以去找施先生。你知不知道林寒和局座是什么关系？局座亲自举荐的人事内奸，你让局座的脸往哪儿放？你现在真的为了要救云鸿深，什么都不管不顾了是吗？我认为在一个人的清白和生命面前，局座的面子是次要的。放肆！站长，您先消消气。您的学生您向来了解，他都是据理力争，帮长官鉴别奸佞，留住人才，这也是对党国的忠诚嘛，是吧？不过文彦明，现在是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？施长生一会儿一个电话催站长，站长压力也很大呀。你这时候犯什么倔脾气？有些事情得办，关键是怎么办，用什么方式方法把它办好，是不是？是。不过站长，依我看，文彦明这个思路还是有价值的，我觉得可以试着走一下。云鸿深这件事情，还是慎重一点吧。当然，局座那边的面子还是可以周全到的。但是如果站长您身边有一个林寒这样既聪明又阴险的人物，还是太危险了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朱贺当然不会相信云鸿深完全没有共产党的嫌疑，可他更加相信林寒才是真正的内鬼。他和林寒已经结下了梁子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如果到了必须要站队的时刻，他宁愿站在云鸿深这边。报告，进来。
站长，文组长找到的安全屋已经被我们全部搜查完毕，请您示下。把所有搜查来的信息交给朱副站长，不必归档，但是要保密。是。你也出去。老朱，你刚才说的，我想了想，很正确。我希望尽快看到你的工作成果，但是我有一个原则。啊，我明白。施先生还在长沙，米兰和他背后的人要低调的查。您放心，我知道轻重，不会惊动无关的人。来，喝口水。不用动歪脑筋了，他们很快就到。你找不到密码本的，只要文一鸣能找到，我就能找到。我向你保证，今天不会是最终的结局。就算我死了，也会拆穿你的真实面目，让你得到该有的下场。从你离开这里到现在，已经过去了6、7个小时。我相信，你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。可以确保你在活捉我不成的情况下再反咬我一口，但是你别忘了，你已经完了，你很快就会失去生命和自由，而我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破解你所有的安排。最重要的是，戴局长绝对容不下共产党。윤洪深，你输了。윤洪深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不要再做无谓的反抗，束手就擒吧。唐之义死之前，都和你说什么了？等你见到了他，可以直接去问他。可惜了，你开了局，却看不到结尾。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幸好我们提早做了准备。
老师，你想都别想，我不会让你见他的。我让你去找密码本，你却忙着给他翻案。你长这么大第一次违抗我的命令。对不起，让您失望了。我失望不要紧，如果这件事情让局座知道了，你这辈子就完了。我不在乎。我在乎。我把你带回来，送你入学，带你入行，我不希望看到你被一份不合适的感情毁掉。我希望你活得有价值，你明白吗？对不起。不要再跟我说什么对不起了，你回去吧。等等，如果你想查令涵的话，你去查吧。谢谢，谢谢您，老师。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我跟了你一路了，看了你一路精彩的表演。是杨叔叔让你来的吗？对。他想说什么？他让我告诉你，你自己想的法子，跟他的计划不谋而合，就是首先要把这件事情搞大，然后让更多的人去关注他，军统势必会有所忌惮。那么，云鸿深的事情就只能摆到明面上来解决。你说你干得漂不漂亮？我安排好了，明天还有一出大戏要演，军统的人想要一手遮天，没门。就看你的了。根据现在的情况，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事情闹大。除此之外，如何营救云鸿深，由我们来解决。为什么？我不能参加吗？你绝对不能。为什么？这件事情太过复杂，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。也是，你都跟踪我1天了，我都没有发觉。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相信你的杨叔叔吗？相信。那你更应该相信云鸿深和你的父亲甘愿用生命去奉献的组织。好，但是我也会时刻准备着，万一你们需要我呢？不是万一，我们一定需要你。这样，在这件事情彻底处理完之前，你就先不要回家了。军统只要抓住了云鸿深，就会正式接管云家，而且会对云家进行彻底的搜查。你想回家住，他们是不会允许的。你在外面吧，还会更方便一些，无论是你自己的行动，还是我们的联络，对吗？好，那就让他们先搜，但是有一个条件。如果他们敢动我们云家一砖一瓦，我一定会让他们后悔，后悔进过我们云家。就这么办。我不会让你孤单的。组长，你怎么还没回去？不想回家？您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云组长出了事，您心里肯定不好受吧？要是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您尽管说。人要先保全自己，才能够帮助别人。这种情况下，你要多加小心。我明白，您放心。我捎你一段吧。
好。温长官，温长官，二少爷有消息了吗？已经带回军统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他没吃苦，也不会有人为难他。关于营救的事，我这边有新进展了。站长已经答应正式调查陷害于洪深的那个人。你们那边？长官放心，大少爷已经安排好了。我们现在不方便在家住，这是电话，有急事打的。一对袖扣根本不值得专程打一个电话。我相信京宇昨天下午一定是接待过一个他非常熟悉并且信任的客人。电话中所提到的上海、袖扣、左边的抽屉，这三者必有其一是关键词，能够让云鸿深马上猜出京宇打这个电话的目的。准确的说，是猜出这个客人是谁。站长，让京宇打电话的人可能是杨子明。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有。昨天我在云家客厅里看到一个刚洗过的烟灰缸，云家没有人抽烟，那个烟灰缸显然是为客人准备的。一个抽烟而且跟京宇熟络的人，那圈定的范围就很小。我当时就怀疑是杨子明。回来我就让徐处长查了杨子明办公室和家里的电话记录，发现办公室有一个电话是从一个叫智雅居的家具店打来的。我马上派人去查了那个家具店，我的人刚回来向我汇报，那个家具店已经一个人都没了。种种信息综合在一起，可以证明杨子明跟云鸿深有着世交之外另外一层关系。如果云鸿深是共党的假设成立的话，那杨子明就是他的上司。龚处长今天反应真是快啊，比不上你的未卜先知啊。好了，既然智雅居是你查出来的，那后续的事情你就来跟进吧。是。还有云鸿深的家里也查一下吧。既然事情已经闹成这样了，那就索性摊开来查吧。但是至于施先生来长沙的目的，恐怕会让他失望了。东西都带齐了吗？带齐了。好，我交代你的事情记住了啊。龚处长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哟，林处长，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啊？平时都是直接介入的。待会儿见。走。二位处长，这里便是他们藏电台的地方。这只是一个失效的无用信息，最多可以证明这个家居店是共党的联络站，不能给我们提供更多有价值的线索。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要找到新的突破口，最好为云鸿深是共党建立起依据。是，明白。镊子。检查仔细了啊！是。有没有什么发现？还没有。
人才，瞧瞧这功课做的，人家把你这几日的行踪了解得清清楚楚的。哼！只要心还在跳动，青春和自由就不死不灭。这调调一看就是共党的。白云深处，这不会是云鸿深写的吧？红日，共党在上海的地下刊物。我现在可以断定，电话就是杨子明让鲸鱼打的。智雅居是共党的一个联络站，他们白天也派人去过码头，发现张显成出了事情，第一时间通知了杨子明。杨子明急于知道张显成的情况，就让鲸鱼打电话通知了云鸿深。他们两个人见完面以后，应该是分头行动的。云鸿深想办法抓我，杨子明则赶回智雅居通知他们的人撤离，并销毁机密文件。在智雅居找到的那个线头，我让技侦科的人鉴定过了，来自于一种高档面料。智雅居的老板跟伙计不可能穿那种面料，而他们的客人也不可能到仓库里去，所以我断定，那个衣服的主人就是杨子明。杀死鲸鱼的凶手呢？云鸿深。他回家销毁罪证，被鲸鱼撞见了。为了掩藏自己的秘密，只能杀人灭口。现场没有拉扯过的痕迹，很显然，鲸鱼是自己主动走进去的。而在那个时间段，除非出现在书房的人是云鸿深或者云鸿奇，否则，鲸鱼绝不可能在一种毫无戒心的状态下走进书房。这说不通啊！他完全可以把鲸鱼支走，没必要杀了他。是，一个死人可以保守秘密，但是这样也会给他带来更大的嫌疑。云鸿深回来是为了扭转局势，他没有必要给自己再找个更大的麻烦。事发突然，我们的人在那个时候正好赶到，他没有别的选择，只能杀人灭口。你倒是很了解凶手的心态啊。也只是猜测，再具体，还需要证据的支持。啊，你找的那张纸查的怎么样了？技侦科的人正在恢复，徐弼在那儿盯着，一旦恢复成功，他马上进行破译。杨部长，柯站长，你不请自来是什么意思啊？打扰了。您的这件外套可否给我看一眼？我的这件外套？对。哦，没问题。柯站长，请便。谢谢。严丝合缝。柯站长，你可真是有心呐！这么点小事儿，柯站长还能挂在心上。
杨部长，您最近很繁忙啊。柯站长，我就不明白，你到底想要说些什么呢？好，那咱们就开门见山的说，张显成来到长沙的任务是什么？张显成？张显成是谁呀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呢？我不是装糊涂，我是真糊涂。好，那我来把事情给您捋清楚。张显成身负秘密任务来到长沙，而你就是他的接头人。当他在码头上出了事儿，智雅居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向你汇报。你为了了解张显成更多的相关信息，所以你去了云家。你让云家的经理给云鸿深打电话，想把他叫回来和他面谈。你通过云鸿深给你传达的信息，你知道了这条线上的人现在全部暴露了，所以呀，你让云鸿深还有智雅居的人全部撤离。智雅居现在空了，而云鸿深一心想抓住凌寒，所以他没有听从你的命令，现在已经被我们抓了。至于你留下来，你不是为了别的，你只是想在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之前把云鸿深救出来。所以你、云鸿深、张显成还有智雅居的人全都是共产党。好故事，好设计。不过柯站长，我倒想问一句，你说的这些你们有证据吗？证据重要吗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差点忘了，你们军统栽赃嫁祸的时候是从来都不需要证据的，不是吗？证据不证据的不重要，我只想知道，如果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些话我和上面的人说了，您猜他们会是什么反应？好像我前几天也听到一个笑话，您有一个手下叫凌寒，对吧？据说他是日本人的间谍。我也不知道啊，这件事情，假如陈立夫先生要是知道了，他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？杨部长不愧是杨部长，连威胁都这么有水平。柯站长说的哪里话？我这可不是威胁，我只是在陈说事实而已。柯站长，请用茶。不必了，在下还有公务，告辞。不送。把它给我看好了。是。没有人跟踪你吧？没有，我很小心。说吧，今日见我干嘛？云鸿深往我家里塞了一封信。副站长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么聪明的年轻人，真舍不得他死。不是我，魏刚到，我枪里子弹是满的。里边肯定出事了。